大家好，这节课主要是讲 3D 高审自定义数据集怎么做。3D 高审默认他们提供的是用 CosMap 做数据集，但那个比较适用于真实场景跟静态场景。这是主要是讲 3D 高审在虚拟场景、虚拟人领域怎么做自己的数据集。我这边的话主要是用 Blender 脚本来做的数据集。3D 高审数据集有两个数据是特别重要的，就是图片数据，还有一个是相机数据。然后，那我们这个自定义数据集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3D 数字人模型的话，我用的是这个应用，这个免费的应用，它这个是可以让对 3D 建模小白的用户也可以轻松做一下自己的嗯数字人、虚拟人。然后它这个什么脸部、发型都是特别好控制的，还有身体的大小，还有一些衣服，这个软件还是很强大的，大家自行可以研究一下啊。然后这边儿改完以后，咱们做一下导出生这个 VRM 的模型。我导出一下啊。有了 3D 数据的模型以后，我们用 Blender 开始做数据集。这个导入的 Blender 还是特别简单的，改一下后缀名就可以，改成这个格式的后缀名。好的，那我们打开一下 Blender，因为我是 Mac 系统，我喜欢用用命令行打开 Blender。用命令行打开的话，它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脚本的一些日志，好调试代码。Windows 用户是软件自带的，好像是。默认先把这些场景都删除一下，AX 删除，文件导入。这个是 GLB 啊，刚才名称写错了，改成 GLB。文件导入 GLB 文件。好的，导入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带材质的视图，这是正视图，可以把这个骨骼绑定给隐藏一下，没有问题啊。然后是这样，因为 Blender 是 Z 轴朝上，然后我们要改成 Y 轴朝上的，跟高斯一样的坐标系。先改成 Z 轴顶视图，然后是
A 全选，R 旋转。我们先按 X 轴，按 R，按 X，按-90转一下啊。然后 Shift 鼠标中键往下拉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按 Y 轴旋转一下180度，R Y 180，然后我们再调一下位置，SM 飘的中心点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部位啊，我们也大概调一下，差不多大概准的话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。A 选中，G 移动。大概是这个位置，基本这样的话，位置基本都调整好了。然后我们用脚本做一下，各种角度、不同角度的旋转的脚本，点一下脚本，点一下新建。脚本代码的话，在项目里有，大家复制粘贴就可以。把这个代码复制粘贴过去。这个代码大概是这边定义了，相机位置是5米左右，中心点是原点00坐标。这个是旋转多少次，每次旋转多少度啊？这个代码你们大概看的话，应该大概能看一眼。这个的话就是每次相机旋转的时候都要对准物体的代码。这个是渲染的时候，我们要保存相机的内参跟外参的代码。然后这个是循环旋转，最后保存中我们需要的这个相机的 JSON 参数跟渲染的图片的数据，大概是这样的啊。然后这个我们先改成1，看执行一下看看对不对啊？咱们场景里添加一下相机，Shift A 添加相机，再执行一下，然后是点一下相机的视图，然后我们改一下相机的大小啊。我一般都是改成1080P 的尺寸大小，这样的话基本应该是调整完了，基本没有问题。还有一个是大家做自己数据集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各种做动作的调整。动作调整的话，嗯，这个刚才旋转的时候把这个骨骼都给整乱了啊。我重新导入一下，这个很快的，我把这个全部删除一下。
这一轴 ARX-90，按这个命令输入就可以。这个是 AR 旋转 Y 轴旋转，输入180。然后我们调整到骨骼调整的姿态调整的视图。一般做一些动作的话，改一下这个骨骼的点就行啊。选中一下，然后选一下 R 字，没有动，是这个 R 字，我们可以改成大 pose。大 pose 的话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这里面旋转的弧度，我们也可以用在这里面旋转骨骼里面。SMPL 是用的欧拉角，大概是40度，这一轴-40。这样的话，欧拉角的弧度大家也能看到，这个跟到时候代码里做 SMPL 弧度旋转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值。这个是 R 字旋转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整体移动一下。好的，这样的话，骨骼动作的调整，大家自行按自己的需求调整就可以。我们再回到这个模式，再看一下相机视图，添加一下 Shift+A，添加一下摄像机，执行一下这个代码，再点一下相机视角。好的，没有问题啊。这样的话，基本人物导入，视图、动作基本都调整完了，然后就没问题，我们就改成24，那就是生成24张图片，每次旋转15度，执行一下脚本。好的，脚本执行完成。我默认保存的这个啊，这刚生成的没有问题。生成完以后，大家可以点几个看一眼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把这个文件夹拷贝到项目里面，生成一下文件夹。还有个是，它还生成一个相机的参数文件，放在这个下面。然后最后的话，我们需要一个 mask 人物的图片数据。这个项目是用的那个 SAM Segment Anything 这个项目啊。这个项目的话，我先把需要的图片拿过来。
然后我把之前生成的文件给先清理一下。这个脚本代码是批量生成 mask 图片的。然后 Segment Anything 这个项目的话，自行搭建一下就可以啊。然后我把批量执行的这个 demo 文件也放在项目里了，参考这个配置文件就可以。我这个是做的简单的版本啊，大家自己实际的需求可以根据这个脚本自己改一下代码就可以。然后我执行一下，这个代码没什么讲的，就是官网提供的推理的代码，然后我做了一些图片的简单处理。正在生成，没问题啊，咱们抽查几个看一眼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效果不太好啊，大部分都没有问题。有问题的图片大家可以，就一两个的大家自行删除一下，或者有别的 mask 的软件你们自行使用就可以啊。我这边就简单演示一下下面的 anything 的这个 mask 文件怎么生成，然后把这个执行完了已经，把这个文件下载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文件放到项目里面。这样的话，自定义数据集就整理完了。咱们跑一下训练代码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就基本就可以了。就是这图片、mask 图片、相机参数，就这三个文件就可以啊。好的，这个正在跑，说明数据集制作成功，没有问题了。那下节课的话会详细讲解，这个项目的整体代码。好的，大家拜拜。